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杰森视角。历史会永远记住2025年这个4月份，它不仅仅是世界经济格局重建的开始，还可能成为中国社会巨变的开始。中美到底有没有在谈判？中共高层真的是铁板一块吗？中共强硬不动，川普姿态多变，在双方博弈中，这两种策略谁更有优势？美中贸易战下一步会往哪些新领域蔓延？过去10来年，因为意识形态、地缘政治、经济贸易等多重原因，美中关系日趋严酷。但是截止2025年初，不管双方关系如何定位，两国在经济上的贸易和投资还是像一条纽带，好歹还把双方捆在一起。但这一切在过去3个月全变了，特别是在过去1个月，这根纽带正在被剪断，双方实际上已经在搞贸易禁运了。经济脱钩的列车已经开动，随着经济战的不断升级，这趟列车下一站会开往哪里？过去认为不可思议的新冷战，现在已经成为未来最理想的一种场景了。我在过去的节目中已经谈到，川普的关税战已向全球宣战开始，一仗打下来就变成了专门针对中共的战争了。而中共一方，特别是以中共外交部为代表的中共一方，这次也展现出极端强硬的态势。过去1周，中美之间最乌龙的事件，莫过于川普和中共在双方到底有没有接触谈判这个最简单的问题上激烈的言语对抗。过去1周，川普首次提出他未来有可能下调目前对中共国145%的商品关税。4月23日，当川普被问到美国政府是否与中共就贸易问题有对话时，川普说美方正在和中共政府高层进行接触。但让人惊讶的是，随后在北京时间4月24日，在中共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当记者就中美对话提问时，中共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一口否定，说中美没有就关税问题进行任何切磋或谈判，更谈不上达成协议，并直接把川普的讲话称为假消息。郭家坤还再次重申了中共近日常用的一个说法：打奉陪到底，谈大门敞开。随后，中共商务部的新闻发言人对有关询问的回应也一样，说任何关于中美贸易谈判进展的说法都是捕风捉影，没有事实依据。这一下就把国际媒体给搞懵了，一时间很多反川普的人借这个机会又开始大骂川普，说这再次证明川普撒谎成性。随后在美国4月24日白天，就又有记者在白宫就此事询问川普，中共那边否认你说的美中目前正在进行贸易谈判的这说法，说那是假新闻耶。面对这个问题，川普只是简单的说了一句：他们今天早上就在开会，我们一直在与中共会谈，我认为你的报道有问题。但是西方媒体记者还是不相信川普说法。在4月25日，川普前往梵蒂冈参加前教皇的葬礼前，还有记者问川普最近和习近平谈过话吗？川普说：我不想对此发表评论，但我和他谈过很多次。记者追问：纽约时报说习近平给你打过电话，是什么时候？你们谈了什么？川普的回答是：我在合适的时候会告诉你，我们先看看能不能达成协议，再说别的。川普这种不明确的回答方式，让很多不信任川普的人更加怀疑川普的说法。没有第三方证实的情况下，没人能确定到底是哪一方说的是真话。就在大家一头雾水的时候，韩国那边传来猛料，印证了川普的说法。韩国3大报纸之一很有分量的中央日报爆出一条独家新闻，说他们确认了美国和中国已经就这场关税战开始了幕后接触。中央日报的报道非常具体，说在美东时间24日一大早7点左右，天刚蒙蒙亮，一位中国财政部的高级别官员带着大概10来号人悄悄进入了美国财政部的大楼，那地方就在白宫隔壁。虽然记者不知道中方领头的是哪位大人物，
但报道说，这帮人带的身份牌和当时正在华盛顿开的 G20 财长会议用的牌子一模一样。中共财政部长蓝佛安和韩国经济副总理崔香木那几天都在美国 DC 参加那个财长会议。韩国记者在蓝佛安和崔香木见面合影时，见过他们都带着 G20 财长会议的那个牌子。更有意思的来了，这群中共官员一到美国财政部门口，看到那么早居然有记者在拍照，中共官员立马就开始紧张了。中央日报的记者说，这些中共官员强烈阻止韩国记者对他们的拍照。韩国记者当然不干了，中共居然管到美国来了。中共官员知道他们没理，只好说，我们不是妨碍你们的新闻自由，但是我们有权拒绝你们拍我们的私人照片。然后就强行要求韩国记者把他们手机里拍摄的照片全删了。这时有韩国记者就问那个带头阻止的官员，您是哪位啊？透露一下你身份吧。结果那位中共官员直接拒绝，我没有义务透露我的身份。不过韩国记者还是看到了他脖子上挂的那个身份牌，清清楚楚写着他的名字、照片，还有国籍是中国 China。 其实这批韩国记者这么早到美国财政部大门口堵到这批中共官员完全是巧合。他们原计划的采访目标是韩国经济副总理崔香木，因为按计划崔香木是定在早上8点到这里和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会面，开始美韩2+2贸易磋商。早上8点开会已经够早的了，谁会想到中共居然把他们和美方的会议安排到了早上7点。我们前面提到24日白天，当记者在白宫质疑川普时，川普就提到说，他们今天早上就在开会。显然川普应该就指的是这批进入美国财政部的中共官员。G20 集团会的财长会议是安排在23日和24日在美国首都 DC 举行的，大概率是中共财政部长蓝佛安带一批中共官员，借他们来 DC 参加这个财长会议的机会，再和美国财政部的官员找机会接触和会谈。那么中共一方为什么要搞得这么神秘兮兮，把到美国财政部开会搞得跟地下党接头似的呢？与此同时，中共外交部和商业部为什么会对此矢口否认呢？有人说，中共嘴硬是为了维护中共和习近平的硬汉形象，为了维护习近平的面子。此前川普就在多个场合对中共一方喊过话，习主席，你要在关税问题上和我谈，你先给我打电话。但川普此话一出，习近平就很难办了。习近平现在把自己已经架得很高了，如果川普一说，中共这边就巴巴的去和美国联系，习近平的威信和脸面在国际上，更重要的是在中共党内该往哪里放。4月25日，在习近平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还特意提出了国际经济斗争的新说法。这和中共2018年和美国第一次贸易战时用的经贸摩擦相比，更彰显出习近平这次贸易战的强硬态度。在这样的情况下，习近平怎么好意思主动和美方接触，而且是派人亲自跑到美国财政部的地盘上去谈？这本身就是极其敏感的问题。所以从面子上讲，中共这边对此只能低调再低调。当然，中共低调处理他们和美方的接触，在顾及习近平的面子以外，可能还有战略上的考虑。川普政府想在世界构建反共同盟国的计划已经再明显不过了。4月9日，川普推迟了美国和中共以外所有其他国家的对等关税。目前，美国正在和18个主要贸易伙伴1对1的进行贸易谈判。最新媒体报道，川普的贸易代表办公室出台了一个和这些国家1对1谈判的标准化模板，用来简化谈判流程。这个模板列出了美国需要谈的5个方面的问题：第一，关税和配额的问题；第二，非关税贸易壁垒的问题；第三，数字信息存储和管理的问题；第四，
产品原产地定义规则的问题；第五，其他经济和商业问题。其中第四项产品原产地定义规则的问题，显然就是在直接针对中共，针对中共此前用洗生产地的方法规避美国对中共关税的做法。4月22日，美国宣布对来自东南亚4国柬埔寨、马来西亚、泰国和越南的太阳能电池和组件征收最高到3521%的关税。这个政策表面是针对这些东南亚国家的，其实是针对中共的。这些东南亚国家的本土企业根本不可能有技术和经济实力生产低价且高效的太阳能产品，他们出口的太阳能产品都是中国企业洗产地的结果。出台这样的政策，就是美国在警告他们，以后必须为美国把好关。近期，越南和墨西哥等国家突然开始严打中共在他们国家洗出产地的行为，说明美国在这方面的压力已经在发挥作用了。那美国打算怎么玩这个新谈判模板呢？他们计划在未来2个月和18个主要贸易国搞车轮战。第一周找6个国家谈，第2周换6个，第3周把剩下的6个搞定。这样18个国家算一轮，然后再循环一遍，这样转下去，直到90天的最后期限7月8日。美国用这种分别循环施压的方式，最大限度地防止这些国家结盟，在谈判中结盟对抗美国。而美国这种围堵中共的策略让中共非常紧张。最近中共软硬兼施，希望阻挡美国实施这个策略。习近平又是出访东南亚3国，又是接见欧洲领导人，摆出一副要组建反美同盟的架势。这是中共用利益诱惑进行的软性攻势。同时，中共也明确向各国发出强硬的威胁警告，说如果任何国家敢以牺牲中共利益为条件和美国达成协议，中共一方一定会对该国采取对等的反制措施。在这个紧要关头，中共如果承认了自己居然派人到 DC 去和美国谈判了，你让那些中共软硬兼施、拼命拉拢的小国如何想？你中共都在和美国谈了，如果我还对美国硬，最后让美国的高关税落到我自己的头上，那美国市场我们就再没有机会了。所以为了欺骗其他国家不要立刻和美国结盟，这可能是中共不愿公开承认他们在和美国接触的第2种原因。当然，中共外交部和商务部24日坚决否认中共和美国有任何接触，还有第3种可能性。当然，这种可能性需要更多的逻辑推演，但如果这种可能性是真的，中国未来的走向将发生根本的改变。简单说，第3种可能性是，中共外交部和商务部在24日回答记者问题时，他们都不知道那些中共官员会在 DC 和美国财政部开会。根据韩国媒体的报道，那批中共官员显然是借 G20 财长会议的名义到 DC 的，因此那些人应该在23日之前就已经到了 DC。他们和美国政府进行接触的决定，应该是他们在23日到美国之前，在中共那边就做出了。另外，川普在23日也提到了中共官员一直在和美国接触，也从一个侧面印证了在23日之前，中共一方就有人在和美国这边进行接触了。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中共的外交部和商务部在24日还对此不知道，仅仅以中共内部信息通讯不畅为理由是解释不通的。一个更可能的解释是，中共高层的权力出现分化，中共各个派系在权力站队的过程中形成了信息鸿沟障碍。过去一段时间，网上一直流传中共高层出现权力分化，习近平权力被部分削弱的消息。我对此一直保持谨慎观察的态度。最近，新加坡前总理夫人何晶在脸书上转发了2篇直接针对习近平的文章，让我开始更严肃对待这个传闻。作为主掌新加坡主权财富基金淡马锡控股17年的何晶，
积累了大量的人脉和信息渠道。常年以低调出名的他，做出这样的事情绝对不是偶然的。当我尝试用这个传闻中的视角来分析中共这次在和美国是否有接触的信息乌龙事件时，我发现传闻中的这个视角能够合理解释整个事件，而且顺着这个思路延展下去，很多事情都变得清晰。这次和美国的关税战中，习近平的态度极端强硬，是目前全球唯一的一个和美国你一拳我一脚对打起来的。目前全世界都把习近平的态度当作是中共态度的代表，但在中共权力体系中，会不会有一个沉默的大多数呢？习近平的世界观贯穿着中共的斗争哲学，他在掌权前对西方的评价就是：有些吃饱了没事干的外国人对我们的事情指手画脚。近些年美国主导的时代将结束的想法，更是莫名其妙地成为习近平世界观的一部分。但中共权力内部一些还比较正常的领导人，可能不是这个想法。在这场川普挑起的对中共的贸易战中，我看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是有关舆论领域的站队。无论是中共自己的喉舌媒体，还是西方世界的旧媒体，几乎一边倒的都站在了中共国一边。他们几乎是异口同声的质疑川普关税战的合理性，质疑川普政府是否是中共的对手，质疑川普的个人人品和可信度等等。4月25日，《华尔街日报》在一篇名为《中共压住川普将在关税问题上让步》的文章中，站在中共的角度说，中共现在对川普和他可能做的任何承诺都已经严重不信任了。文章以川普在上一任和中共的贸易战为例子，来证明川普对中共的贸易要求不断变化，声称当年中共试图满足美方的要求，反而鼓励了美方后续的强硬行动。华尔街日报完全违背历史事实的说法，到了颠倒黑白的地步。事实到底是什么样的？川普在世界贸易方面的核心思想，其实在过去30多年几乎都没有变过。川普年轻时在接受电视采访时就明确说，他希望美国能有一个公平平衡的世界贸易环境。2017年，在川普和中共的第一次贸易战中，川普简单把平衡双方的贸易数字为目标，认为只要中共答应多买美国商品，就能把中共的贸易逆差降下来。结果大家都知道，川普被中共的大豆外交给戏耍了。在双方签署协议时，中方列出种种大手笔购买美国商品的贸易承诺，但在具体实施过程中，中共却常常用紧急购买一大批美国大豆为幌子，然后基本忽略他们在协议中承诺的购买美国商品的整体目标。在川普第一任结束后，中共更是立刻把他们和川普签的协议扔进了垃圾堆。过去7年，虽然表面看中国和美国之间的直接贸易顺差没有增长，但两国之间的实质贸易顺差却在快速增加。过去7年，中共国对全球的贸易顺差在不断增长。2024年，中共实现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一个国家在国际贸易中竟然净赚了1万亿美元的记录。其中，中共大量的顺差是中国商家以洗出产地的方式绕过川普此前针对中共的关税，最终销售到了美国市场的。这也是美国在2024年同样创纪录的在国际商品贸易中赔了1.2万亿美元的根本原因。川普这一任启动关税战的核心目的和他上一任的完全一致。如果要说川普此次和上次有什么具体的不同，那就是现在川普对中共的认识更深刻了，因此这次他采用的手段比上次更专注和强硬了。其实在经历了和中共的第一次贸易战后，美国政界高层从拜登政府到当前的川普政府都已经意识到一点，美中贸易不平衡的根本原因是中共过去30年在中国坚持的低消费高制造的经济模式。只要中共不放弃这个经济模式，美中贸易永远都不可能平衡。就这一点，拜登的
财政部长耶伦过去几年反复对中共高层交流过。4月23日，川普的财政部长贝森特在国际金融论坛上发表的讲话中也谈及到。我在副频道杰森新闻快递中翻译了他的讲话全文。在2019年前的20多年，一方面中共经济在高速发展，另一方面中共却一直拒绝给中国人提供一套广泛而高质量的基本社会福利安全网，包括失业、医疗、养老等等。而这个几乎是大多数国家在经济高速发展后都会做的政策调整，中共为什么选择不这么做呢？中共自己和海外的研究人员对此有多角度的分析，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这个决策的最终效果是，在过去30年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中国人对未来的不确定性却变得更强烈，对未来更没有安全感。正是这个社会情绪，这个过去30多年萦绕在很多中国人心头的社会情绪，直接促成了中国社会在高速经济发展下长期维持相对低消费的生活方式。在习近平过去10多年的统治中，他似乎对让中国人一直保持吃苦的状态情有独钟。他经常宣讲他自己年轻时的所谓吃苦经历，还在不同场合表达他对中国年轻人不像前几代中国人那样愿意吃苦的担心。一个人可以要求自己吃苦，以此来主动磨练自己的意志，提升自我。但是如果一个国家的领导人或一个执政党常年如一日的希望自己的国民能长期吃苦，这其中必然有不可告人的目的了。历史上，锡伯族是一个生活在东北广袤山林间的古老民族。明末清初，他们主要在辽河、松花江流域活动。他们的源头和女真人，也就是后来的满人非常接近。东北这个苦寒之地，把女真人和锡伯族人都锤炼成了勇猛善战的民族。17世纪初，努尔哈赤崛起，他统一了女真各部的同时，也收编了很多锡伯部落。以善骑射、纪律严明著称的锡伯族人，很快成为努尔哈赤八旗兵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随后，清兵入关，建立大清帝国，但历届清朝政府却要求锡伯族人继续在苦寒的东北地区留守。表面的理由是清政府选锡伯族人为他守护清朝的龙兴之地，实际上这是清朝有意采用的一个策略。清政府需要用东北的苦寒生活来保持锡伯族骁勇善战的打仗风格，让他们为清朝守疆。任何骁勇善战的民族都无法抵抗安逸生活的蜕变。当年征服天下的蒙古人在入关建立元朝的短短几十年后，就被中国南方的一群农民军给赶回了漠北草原。而当年席卷中国的满族八旗军，在入关没几年，也很快就糜烂到没有骨头的地步。而一直生活在东北的锡伯族人，保持了他们顽强的战斗力，为清朝开国后的历次战争做出了重大贡献。乾隆年间，在清军多年的苦战后，最终以对准噶尔人灭族的方式平定了他们在新疆的叛乱。因战争死人过多，新疆伊犁河谷变得地广人稀。乾隆担心留下这个空白区会有其他民族迁入，像准噶尔人一样反叛清政府。哪能找到一个既能打仗又对清政府忠心的力量来镇守伊犁呢？于是有人向乾隆提起了锡伯族。1764年，乾隆发圣旨，让原驻守在东北的1000多名锡伯官兵带领他们近3300名家眷前往新疆伊犁河谷。这支迁徙大军携带老人、妇女、孩子，沿着一条极其艰苦的路线，沿途骑马驾车，一路穿越荒漠和草原，行程长达5000多公里，历时1年多。有高达30%的锡伯族人在这次迁徙中因饥饿、疾病、寒冷、劳累、战斗等各种原因死亡。在锡伯族叙事长诗《西迁之歌》中有这样的诗句：茫茫的大漠，
掀起漫天尘埃，狂风携着雨雪纷沙走时，饥寒交迫使孕妇途中早产，裸身熬啼的婴儿命在旦夕。他们到了伊犁之后，清政府给他们分配了土地，让他们耕田种粮，但新疆的土地和东北的黑土地根本无法相比，再加上水源非常紧张，造成迁徙到伊犁地区的锡伯人的生活条件在相当长一段时间更加困苦。这也是清政府计划的一部分。如果让锡伯人生活的太安逸，就会丧失他们的尚武之心，以后边疆出了事儿，那谁还肯为朝廷卖命呢？所以清政府是有意让他们保持一种吃得苦打得仗的状态，既能活下来，又不至于富裕懈怠。让锡伯人保持贫苦，就成为清政府保证锡伯族人战斗力的一种策略。4月24日，《华尔街日报》刊登了一篇标题为“习近平试图提高中国人的痛苦阈值，准备与川普打持久战”的文章。文章提到，自从川普第一任期内爆发贸易战以来，习近平进一步强化了对中共领导层的控制，并投入巨资巩固中共执政所依赖的威权工具，包括构建全世界最复杂的审查和监视系统。同时，在过去这些年，习近平不断敦促中共官员坚持他所谓的极限思维，为从各个方面对抗美国做准备。习近平所有这些努力都是在为此时此刻和美国对抗做的准备。但文章却忽略了一些更关键的问题。中共的权力体系中的人真的都准备好了要跟着习近平对抗美国吗？中国此时的社会经济状况，中国人此时的财富状况，是否和7年前有可比性呢？过去2年，我在中国社交平台上时常看到一些视频，他们从不同侧面给我展现出目前中国人的经济现实：房价暴跌、生意倒闭、人口消失、就业极度艰难等等。这些视频来自中国不同的地区，甚至包括如北京和上海这样的一线城市。在中共如此强大的信息监管能力下，我还能从海外看到这么多类似的视频，足以显示目前中国民生艰辛的普遍性。这还是在这轮贸易战开始之前的事情。川普4月9号把对中共国的关税涨到了145%后，中国向美国运货的最主要港口洛杉矶港的执行董事说，来自中国的主要零售商和制造商的几乎所有货物运输都停止了。经过上次贸易战，大量基于中国的制造商都在亚洲其他地方设了工厂。多位这样的制造商最近都表示，今天我们停止在中国的生产，明天我们就在柬埔寨开工。就连苹果公司也已经开始着手把未来面向美国市场的所有 iPhone 生产从中国转移到印度。据高盛银行估计，习近平选择和美国打这轮贸易战的结果是可能导致数千万中国人失业。有人可能说了，1960年左右，中共造成数千万中国人饿死，中共的统治也一点没动摇。中国人现在受的这些苦，怎么可能动摇习近平的统治呢？这点我非常清楚。是的，在常规的情况下，中国老百姓的苦难和生死对中共高层权力不会有任何影响。但是在中共高层出现权力裂缝时，底层的强烈不满情绪就可能成为高层斗争的催化剂，从而在中国社会引发一个自上而下的变化。最后，我顺便提一下，我在副频道杰森新闻快递上发了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参加一个播客节目的口头摘译。在这档节目中，记者韦斯尖锐地问他关于白宫内部纳瓦罗派和贝森特派的关税争论，中共对美国的挑战，美国是否正在衰落，以及如何面对强大的挑战等等。卢比奥对这些深刻的问题给出了精彩的回答，一共就10分钟。我建议大家看完这个视频后去那边看看，节目链接在这期节目的描述栏中。好，今天杰森视角的节目就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收看，希望大家能够订阅和推荐杰森视角以及杰森新闻快递这2个频道。